1945年，宋美龄访问美国与罗斯福会面时，曾有一个小插曲。时年26岁的孔令伟梳着大背头，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戴着墨镜，叼着雪茄，因此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做一个帅小伙，这在当时可闹出不小的笑话。那么，这个孔令伟为何会做出如此打扮呢？回顾历史时光，探寻故事渊源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历史时光，我是王辉。孔令伟是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宋美龄的姐姐宋爱玲所生的二女儿。当时孔祥熙受西方思想影响颇深，在家庭教育方面不免偏向西方的自由思想。教育上自由，再加上孔家在民国时期的滔天权势，孔家的4个子女从小就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，孔令伟就更是如此。在孔令伟6岁那年突发大病，一连几天都昏迷不醒。为了方便治疗医生在征得他母亲宋爱玲的同意后，剪去了他的头发。可当孔令伟病愈苏醒，看到了自己秃头的模样，愤怒地责问起了母亲。他大声吼道：“你赔我头发！”宋爱玲也是个倔脾气，面对女儿的诘问，她直接置之不理。孔令伟一气之下，从这以后再也没有留过长发，并将身边的洋娃娃、裙子等女子用品全部烧光，从此一副男人的装扮，还学起了骑马打枪。等到宋爱玲注意到女儿的变化，这才知道自己犯了错，可为时已晚。而孔家庞大的势力和对他宠爱有加的宋美龄，使得孔令伟愈发目中无人。到了1939年，孔令伟时年20岁，不论他装扮是男是女，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但是他有着孔二爷这样的名声在外，自然无人敢娶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孔家直接给孔令伟安排起了相亲。而这相亲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西北王胡宗南。在与胡宗南见面时孔令伟穿着一身和胡宗南一样的黄金的军装，又穿着一双系着蝴蝶结的蓝皮鞋，拿着马鞭，腰中还带着手枪。胡宗南对孔令伟的恶名早有耳闻，这一见面，看着眼前短发男装、神态嚣张的女子，更是没了兴趣。二人见面没多久，胡宗南便借着军务防瞒为由躲了出去。回去后，胡宗南立刻以效仿霍去病、不打跑日军、绝不安家为由，向蒋介石暗示了自己的心意。蒋介石怎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呢？两人这次相亲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这次相亲失败以后，孔家人更加着急。宋美龄听说卫立煌刚刚丧偶，于是便再次当起了媒人。可孔令伟一见卫立煌的照片便没了兴致，干脆没有赴约。宋美龄的计划再次落空。就在孔家人认为孔令伟可能要单身一辈子时，孔令伟自己竟然偷偷地谈起了恋爱，对象是川京将领范绍曾。但孔令伟想不到的是范绍曾对他并不感兴趣，而是想从他这里打听孔祥熙的动向，趁机投资发国难财。毕竟孔祥熙是时任的行政院院长，又兼任财政部部长，掌握着经济大权。随着范绍曾的曲意奉承，两个人的关系倒真是日渐密切。孔令伟竟然主动开始谈婚论嫁起来。范绍曾一见势头不太对，便赶紧溜之大吉。此后便处处躲着孔令伟。可孔令伟这样乖张的人躲着就真的有用了吗？不久之后孔令伟就请范绍曾的七姨太邓禹一起打网球。可邓禹这一去范绍曾等了好几天也没见人回来，只好主动登门，可都扑了空。不久后范绍曾收到邓禹的信，信中说自己已经改嫁，而新丈夫就是孔令伟。范绍曾又气又恨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他本想找孔祥熙告状，但又想到孔令伟是孔家的小姐，自己如果真的和对方撕破脸，那自己岂不是再没有前途可言了吗？他只好忍下了这口气。孔令伟见范绍曾没有再纠缠，便也没有再追究。孔令伟可能是从这件事情中得到了以势压人的乐趣，便故技重施，霸占了第3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庞处长的妻子葛女士，还让葛女士叫他老爷。不出孔令伟所料这位处长和范绍曾一样，选择了默不作声。后来孔令伟又认识了一位王姓女士，两人关系也是十分密切。就这样身为女性的孔令伟竟然有了3妻4妾。如果说3妻4妾只是孔令伟的游戏之举，那在后来抗日战争时期，孔令伟不顾全国抗日的大局，吃起了战争回扣的举动，就是不折不扣的纨绔行为。抗日胜利后，他又和哥哥孔令侃一起办公司，囤积物资，造成了物价飞涨、货币贬值，影响了不少百姓的生计。
长期以来无人敢管，自然养成了孔令伟刚愎自用的性格。这样的性格直接造成了他的死亡。1992年，孔令伟因肚子痛被诊断患肠梗阻，医生指出此病的原因80%是直肠癌。孔令伟对这一报告不接受，于是他决定回台湾到自己的医院诊治。结果没多久，癌细胞就转移到了肺部。医生这次建议其化疗左右2叶肺，可他却只允许治疗1叶肺放疗。最后结果可想而知。1994年，孔令伟身体急转直下，年底他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而孔令伟死后他的公司没了他的庇护，规规矩矩的接受了法律的制裁，非法所得被依法没收，也算还历史一个公道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